只知算计渡仙门之人神通广大，有控制天仙、真仙炼气式的神通，可以瞬间灭杀这些傀儡。动机应分为几条：与渡仙门有仇怨，图谋渡仙门的家财，但最有可能的一条敌方动机被李长寿重点圈了起来：干扰三教大会进行，挑拨三教之间矛盾。从源头分析，从结果验证，不放过任何一条逻辑链条。李长寿低头写写画画，仙石笼罩整个小雄峰，手中的炭笔越来越短。整整3日过后，李长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坐在地下密室的书桌后，身前是被他先力撑起来的一张白底黑幕，其上是密密麻麻的字眼、符号、箭头和图案，数十条故事线，上百种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哪怕元凶未知，只要接下来对方采取了下一步动作，他就可以找出后续的对应几条故事线。李长寿并不是要找元凶是谁，这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对方8成是自己现在无法接触、碰之即死的人物。李长寿只是想在对方有所动作且被自己察觉之时，能够迅速地反应过来，做出正确的应对。直接暴露自己的修为，也不过是给门内增加了1名长老级别的战斗力，没什么大用。各峰的长老还少，短时间之内我绝对不可能拿到渡仙门的话语权，所以还不如藏着修为底牌，暗中尽全力自保之外加护持师门。而且实际效果来看，我躲在暗中反而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。取出3只木牌，李长寿拿出一把刻刀，开始低头摆弄，用看后便消失的药水在其上写下了3条计策，装在了3只锦囊中。第1条计策：哭。我已经在九无师伯那儿埋下了伏笔，九无师伯稍后就会去找万凌云长老，这一只锦囊将由万凌云长老转交给九无师伯，并严令九无师伯接下来一直待在门内。若门派遭袭，护山大阵被破，要确保九无必会打开这条锦囊。所谓哭，不是随便的乱哭，必须要会哭。李长寿在这只木牌上写的是：前去百凡殿，寻祖师画像，发自肺腑嚎啕大哭，言说渡仙门尊太清妙法，本与世无争，却遭旁人利用，意图灭人教道成渡仙门一门，以挑拨道门3教，求祖师显灵。第2只锦囊给九九师叔，这个要等发生大事之后，不能直接拿给他。第3只锦囊则是给师父的，其上写明了要齐元道长帮忙掩护之事，其实是让师父护着师妹离开。这要是爆发门派大战，师父必然上头，必须提前做好应对。李长寿自己倒是不用人保护，发现各处预兆之后，本体肯定是钻在了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。封好锦囊，李长寿低喝一声：全军备战。全军好像就我一个人。他随手在桌子上划过，袖中跳出了2排小纸人，对着李长寿齐刷刷的行礼。李长寿笑了笑，又来了一次：全军备战。小纸人瞬间杀气腾腾，张着手晃来晃去，奶凶奶凶的。不开玩笑了，我现在要做的最紧要的3件事：一，迅速扩充催毒法器库，无上限的增加毒粉数量；二，强化指导人，让我能够分心神御使，绝对不可以全部心神投入到指导人身上；三，得到万凌云长老深层次的信任，这是威慑力不弱于金仙的大腿。站起身来，李长寿看着面前的黑幕最中央写着的元凶2字，目中金光闪烁。不管你是西面的还是北面的，还是跟我渡仙门有仇，或者是铲劫人教中
与另外2教有仇，不愿让我3教和好如初之人。只要你敢动，哥就敢跑。半年之后，中神州金宫门山门，3道身影飞出仙岛，这却是金鳌岛的3名炼气士，相约回返金鳌岛，在此地待得有些烦腻了。这3人刚好都是当日去过渡仙门之人，其他2个人都是听元泽老道抱怨，感同身受，决定提前回返金鳌岛修行。在这里消磨时间，还不如回去自在逍遥。白云飞出了千里，元泽老道站在最后方，双目之中划过了一缕血色，向前迈出2步，突然道了句：“2位道友。”2个人回头看了过来，突然听到了嗡嗡的蚊声，还没能做出任何反应，后颈都是一疼，身形立刻就要仰倒。元泽老道顺手扶住这2名中年男人，继续驾云朝着东南方向飞驰，宛若无事一般。又半个月后，元泽老道驾着的这白云停在中神州与东胜神州的交接处，妖族地盘的一处密林中。仿佛此前便商量好的一般，一道道黑影从林中各处汇聚而来，在3个人的身周环绕，尽皆跪伏不起。这些身影有妖有人有灵，浑身包裹在黑衣中，全力掩盖着自身的气息。他们唯一的共同点，或许是脖子上都有着一丝丝微不可见已经愈合的伤痕。有一名妖族捧着3只托盘前来，跪在3个人身前，托盘中血光闪耀，有3朵拳头大小7瓣的血色莲花。此时仅元泽老道这3个人可见，一抹血色的倩影在他们身周不断的闪烁飘动。这人影面容模糊，身段夸张，过分的妖娆，在他们3个人耳旁轻轻诉说着什么，那一缕缕温柔的嗓音钻入了3个人心底。服下他，服下他，这就是你们一直求的长生啊！3教源流大会本就是阐教为了押解教义后，你们现在有办法去阻止，只有你们能阻止。快去灭掉渡仙门！渡仙门！属下遵命，此次绝不会失手。以元泽老道为首的3名金鳌岛炼气士各自捧起一朵7瓣血莲，齐声道。数万里之外，某峡谷深处，盘坐在一朵玉色蒲团上的文静道人冷冷一笑，他并未多管，转身便朝着西方飞去。掌控截教炼气士安排傀儡袭击渡仙门那5名在金宫门的仙人，为的就是让这渡仙门引起各方注视，然后再让截教炼气士伪装成阐教仙宗与妖族联手的模样，去覆灭小小的渡仙门。这样算计就成了。这对于他而言本就是小小的计谋，那3名金鳌岛的炼气士便是他布置的伪装。此事只要发生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会让3教之间的间隙继续增大，既是阴谋也是阳谋。而他怎么可能会继续露面呢？若是不小心招来了那人教的大师兄，他可没有把握逃生。事发前脱身，暗中回返西方教，远远地看着一场好戏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若发现这3个人得手或者失手，直接让他们灰飞烟灭，留下指向截教和阐教的线索，便可以一了百了了。这次事成，那几个混蛋教主会拿什么来赏赐？不对，哼，是拿什么来孝敬本女王大人？这几个窝囊废，
若非两位老爷护着，早晚吸干了你们。文静道人冷笑了一声，身影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缕纹声，渐行渐远。小琼峰后山，几棵近乎完全枯萎的老树旁，李长寿正皱眉叹气，抬手拍在一棵老树的树干上。唉，辛苦你们了。一阵风吹来，几棵老树毫无绿意的树杈轻轻晃动，仿佛在说没事儿没事儿。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，它是在颤抖。也没有办法了，为了能够有更多的纸人投入实战，李长寿这半年以来反复过来搞树浆，又不断用各种办法恢复他们的生命力，翻来覆去。本来还能够活个几万年，有希望诞生木灵的老灵树们，此刻已经是快撑不住了。唉，好好养着吧。李长寿叹了口气，心底泛起了少许愧疚。他看了眼旁边不远处那一片已经被栽活的树枝，心底念了一句：若是你们撑不过去，我会好好带你们的孩子的。又有一阵风吹过，老树们又是一阵轻颤。可能这就是感动吧。不开玩笑了。李长寿脚尖一点，身形如若柳絮般随风飘走。他飘来湖边的父亲，站在树丛中的一棵大树的树梢，闭目凝神，简单竖起的长发随风飘舞，长袍的下摆随树梢略微晃动。静时轻若红雨，动时崩云裂地。不施展神通法术而达到这种效果，也是一种养气到高深阶段才能有的境界。这半年多的时间，得益于老树们的付出，备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勉强完成了。要庆幸的是，那些暗中觊觎渡仙门的人给了他这一段准备的时间，要不然真的爆发大战，他也做不了太多事。这半年，小琼峰之上原本的新添的阵法并未能够得到更新，但是这些阵法此时已经完全融为一体。林间各处宛若生长出了一幅幅古老的图案，它们与此地山草树木相融，不会再给人一眼的惊恐之感。困阵迷阵是为了阻敌，杀阵自然是为了杀敌。提前让人感知到危险而不敢迈步进来，那必然不是优秀的杀阵。小琼峰地下的大阵，自己能做到的构想，此刻已经全部处于最佳状态。指道人之法因得了高阶法宝禁制秘录，也已经修补完善了不少，达到了李长寿的最低要求，不必完全寄托心神。这一门神通想要完全蜕变为身外化形之术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此时能用就行。毕竟都是没有感情的，撒毒、喷火、念经、间接操控，全天候多用途神通产物。当然也有不尽如意之处。自万凌云长老那儿得来的神通毒罗手，此时因为修行时间尚短，却只是刚刚入门。这一门神通算是将撒毒这门技艺术法化、神通化，让撒毒更有效率，让出手更为自信。李长寿睁开眼睛，看向湖边，自家师傅和师妹正在那儿钻研遁法。因为李长寿执意要求，师傅他老人家也无法拒绝，半年前呢就开始修行土遁了。师妹倒是接触五行遁法较早，此时也被李长寿严令加紧修行，他也正在钻研水遁。于是就偶尔能够看见一位衣裙飘飘、青丝漫舞的曼妙身影从湖面钻出落下，带起颗颗水珠，也算是宜人之景。就是这个速度太慢了。李长寿皱眉摇头，自己明明已经把快速施展水遁的诀窍尽数传授给了灵娥，但是灵娥却依旧对登场退场抱有浓厚的兴趣，十分注意整体的美感。哼，这个臭美的小丫头，咋不在身中弄2颗宝珠，给自己打一个柔光特效呢？
李长寿对此也不好说他什么，毕竟师妹已经到了爱美的年纪，而且本来就是天生丽质。那些家伙还不出手吗？李长寿喃喃自语，再次闭目感受。天高清气远，人近浊气迷。算算时日，自酒屋与2位长老负伤而归，已经过去了10多个月。门内似乎再次安静了下来，遇袭之事仿佛也不了了之。李长寿问询过酒屋有关后续之事，酒屋都只是语焉不详，应该是后续没能查到什么。道门3教的高手也不傻，这种借刀杀人之策用得低级且十分明显，但是是谁暗中借了这把刀却是无从追查。而间隙就是从猜疑之中渐渐产生的，这反而又是背后算计之人的高明之处。李长寿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思索背后算计之人所用的操控之法。操控傀儡，让傀儡的元神瞬间干瘪，这是什么神通？应该算是邪法了吧。洪荒的高手实在太多了，明面上都数不过来，更不用说是一直躲在暗中的阴毒之人了。仙石缓缓散开，备战今天就要进入第2阶段。他在等万凌云长老的传信玉符，2个人将会一同行动。在地下密室中停留3日，思考了后续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之后，李长寿第一时间赶去了丹顶峰，与万凌云长老碰了个面。